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为佛教经典的精华之作，仅260余字的经文，却将佛教最无上的智慧尽数浓缩其中。尽管它篇幅短小精悍，但其蕴含的义理之深奥，智慧之广大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因而被誉为小深大义的佛法瑰宝，千百年来在佛教传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。文殊菩萨作为佛教中智慧的象征，被尊为佛门七佛之师，在众多菩萨中，其智慧堪称第一。据古老的佛教典籍记载，文殊菩萨以其无量的慈悲与智慧，常常应机说法，为有缘之人开启解脱之门。在诸多佛法的传授中，他曾向特定的有缘众生开示过心经持诵的不传之秘。对于广大信众而言，大家都知晓读诵心经具有无量功德，能带来诸多殊胜的利益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部看似简洁的心经中，隐藏着特殊的发音法门。一旦修行者能够掌握其中的奥秘，诵经所产生的功效将成倍增长，智慧也会迅速开启，进而深入领悟佛法的真谛。文殊菩萨是如何传授这一珍贵法门的？调整哪3处发音，能让心经的功效产生如此神奇的倍增效果？这些问题吸引着无数修行者去探寻答案。五台山这座佛教圣地，常年云雾缭绕，充满了神秘气息。清晨时分，山间弥漫着一层淡淡的晨雾，在山腰之处，一座古老而肃穆的古刹智慧寺静静伫立，青瓦红墙更显古朴庄重。藏经阁内，一位年轻僧人端坐在蒲团之上，他神情凝重，眉头紧锁，面前摆放着一卷心经经文。这位僧人法号智远，自踏入佛门已有10载光阴。10年来，他一心向佛，精研佛法，尤其对心经的修习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每日他都会坚持诵经100遍，从未间断。然而尽管如此勤奋，他却总感觉自己的修行如同隔靴搔痒，未能真正触及心经的精髓。为何我如此努力诵经，却始终无法领悟其中真意？难道是我资质太过愚钝？他在心中不断地问自己，深深叹息一声。就在此时，藏经阁的木门被推开，一位身着破旧僧衣的老僧缓步走了进来。老僧白眉垂肩，那长长的眉毛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沧桑。老师傅智远见到来人，连忙起身行礼，恭敬地说道：这位老僧名叫慧空，是智慧寺中年纪最长的僧人。平日里他深居简出，极少在众人面前现身，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佛法的修行与参悟之中。听闻你日日诵经，心有困惑？慧空轻声问道，那声音如同潺潺流水，平和而沉稳。智远低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惭愧，说道：弟子修习心经多年，却总觉得未得其要，心中迷惘不已。每日诵经，可经文就像过眼云烟，听过便忘，无法真正记在心里，领悟其中深意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还望老师傅指点。慧空轻抚长须，目光深邃地看着智远，说道：心经乃佛门至宝，岂是轻易可得？智远思索片刻，说道：不知是否有什么方法，能让持诵更有效果，让我真正领悟心经的智慧？慧空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说道：你可知心经中有3处发音，乃是持诵的关键所在。掌握了这3处发音，或许能让你的修行有所突破。3处发音？智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疑惑地说道：弟子从未听说过，还请老师傅详细讲解。慧空微笑着说：这是不传之秘，非有缘人不可得闻。你既心诚求法，老衲今日便告诉你。不过此法门殊胜，需用心领悟。话音刚落，藏经阁外突然狂风大作，树叶被吹得四处翻飞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经阁内的烛火也随之剧烈摇曳不定，忽明忽暗。奇怪，
明明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志远望向窗外，满脸惊讶与不安。慧空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，神情庄重地说道：看来今日有贵客到访，或许与你求法之事大有渊源。说话间，藏经阁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位身着素白袈裟的年轻僧人走了进来。他面容清秀，气质超凡脱俗，眉心一点红痣，手中持着一根锡杖。阿弥陀佛，打扰二位清修了。年轻僧人微笑着说道，那笑容温和而亲切。慧空见到来人，神情瞬间大变，脸上露出极度惊讶与敬畏之色，连忙起身行大礼，说道：不知上师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上师恕罪。志远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慧空为何对这位年轻僧人如此恭敬。他心中暗自揣测，这位上师究竟是何人？为何能让平日里沉稳淡定的慧空师父如此失态？年轻僧人微笑着说：不必多礼。贫僧闻听此处有人精研心经，特来一观。慧空转向志远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，说道：志远，还不快来见过上师？此乃难得的机缘，切不可错过。志远虽不明所以，但出于对慧空的信任以及对佛法的敬重，还是恭敬的行礼。弟子志远拜见上师。年轻僧人看着志远，目光如电，仿佛能看透他内心的每一个想法，问道：你在持诵心经时可有什么心得？如实道来。志远惭愧地低下头，声音略带哽咽地说道：弟子资质愚钝，诵经多年，却总觉隔了一层，未能真正领悟其中奥妙。刚才慧空师父正要指点弟子心经中的三处发音奥秘，弟子正渴望得到教诲。年轻僧人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说道：慧空，你也知道这三处发音？慧空满脸敬畏地说：弟子不敢妄言，只是曾在古籍中偶然读到一些记载，本想与志远分享。如今上师在此，还请上师亲自指点，这才是真正的殊胜因缘。年轻僧人微微颔首，缓步走到志远面前，说道：既然你与心经有缘，我便传你此法，但此法微妙，需你用心体会，方能得其真意。志远激动不已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，说道：多谢上师，不知上师法号，日后弟子定当铭记上师教诲，努力修行。年轻僧人并未回答，而是伸手拿起桌上的心经经卷，缓缓翻开。他微微闭上双眼，轻声吟诵起来。刹那间，整个藏经阁忽然金光四射，经架上的经书竟自行发出微光，空气中似有梵音回荡，那声音悠扬而空灵，仿佛来自遥远的佛国净土。志远只觉一股暖流从头顶灌入，瞬间流遍全身，整个人舒畅无比，心中的杂念和烦恼仿佛在这一刻都被驱散殆尽。当年青僧人诵完整部心经，志远早已泪流满面，他感觉自己仿佛重新认识了心经，仿佛初次听闻佛法，心中豁然开朗。多年来的困惑似乎在这一刻都找到了答案。上师持诵之法实在妙不可言，弟子虽日诵100遍，却不及上师1遍之效。弟子今日才知，原来自己之前的诵读不过是徒有其形，未得其神。年轻僧人微笑着说：持诵心经，关键在于3处发音，若能掌握，功效自然倍增。这3处发音并非普通的读音，而是蕴含着佛法的微妙之处，与修行者的心境、愿力以及宇宙的能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志远连忙请教：请上师明示，这3处发音究竟是什么？弟子愿洗耳恭听，用心领悟。就在年轻僧人正要开口之际，寺院的钟声突然响起，那钟声悠扬而洪亮，惊飞了几只栖息在藏经阁屋檐下的白鸽，它们扑棱棱地飞向天空。慧空望向窗外，惊讶地说：这不是我们寺院的钟声，此钟声清越悠扬，与往日不同，其中似乎蕴含着特殊的因缘。年轻僧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时候到了，我该走了。世间因缘
自有定数。此次相遇，也是你我之间的一段缘分，上师且留步。志远急切地说，语气中充满了不舍与渴望，还请上师传授3处发音法门。弟子好不容易得此机缘，若上师离去，弟子恐再难有此机会领悟真谛。年轻僧人停下脚步，回首望向志远，目光中充满了慈悲与智慧，说道，你且记住，心经中有云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发音之秘就藏在其中。佛法的智慧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字和发音之中，更在于领悟其背后的真谛。你要用心去体会，去感悟。志远还想再问，忽然一阵金光闪过，年轻僧人手中突然出现一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宝剑。那宝剑光芒四射，剑气纵横，却又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。慧空见状，立刻跪地磕头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，文殊师利菩萨，弟子有眼不识菩萨真身，还望菩萨恕罪。志远惊讶不已，心中震撼万分，也连忙跪下说道，原来上师是文殊菩萨化身，弟子何德何能，竟能得菩萨亲自指点，实在是3生有幸。文殊菩萨微微一笑，说道，你与心经有缘，我今特来相授持诵密钥，此乃你累世修行所积累的善缘，望你珍惜。志远激动的连连叩首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，说道，弟子愚钝，若非菩萨点化，恐终生难解此密。敢问菩萨，心经中的3处关键发音到底是哪3处？为何调整这3处发音能让功效倍增？还请菩萨慈悲，为弟子详细讲解。文殊菩萨手中宝剑散发出七彩光芒，照得整个藏经阁金碧辉煌。他目光深邃，似能洞穿时空，缓缓开口，第1处关键在于揭谛揭谛4字。世人多以寻常音声诵之，却不知此4字当以揭谛揭谛之音诵念。揭字发音时，须以气贯丹田，声从胸腔而出，如金石之音，铿锵有力。此音暗含破除一切障碍，斩断无明烦恼之妙意。当你以正确发音诵念时，便如利剑出鞘，能斩断缠绕在心灵上的层层业力之网，破除修行路上的种种魔障。这就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言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只有破除内心的执着和障碍，才能真正升起清净智慧之心。志远连忙跟着念诵揭谛揭谛，瞬间他只觉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起，直冲头顶，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体内涌动，驱散了往日的昏沉与疲惫。他心中暗自惊叹，原来如此，这发音之中竟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文殊菩萨微微点头，继续说道，第2处关键在于波罗僧揭谛。波罗2字发音要绵长悠远，似江河奔涌，滔滔不绝，预示着渡越生死苦海，直达彼岸。这正如《法华经》所说，我见众生没在苦恼，而起大悲，不为自身求安乐。我们修行就是要像江河一样，不畏艰难险阻，勇往直前，度化众生。僧字发音须庄重肃穆，声音凝聚，此字乃众和合之意，暗含着修行者与诸佛菩萨与一切善法僧团的感应道交。当我们念诵此字时，要心怀恭敬，与诸佛菩萨的愿力相契合。揭谛之音当与第1处相呼应，却又更添一份坚定与勇猛，如战鼓擂响，激励修行者勇往直前，跨越一切艰难险阻，直至抵达涅槃彼岸。志远跟着反复念诵，随着每一次发音，他感觉自己的身心都在与经文的韵律产生奇妙的共鸣，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随着经文的诵读而微微震颤。藏经阁内的金光愈发璀璨，照亮了每一处角落。他心中充满了敬畏与欢喜，仿佛看到了自己修行的道路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。至于第3处，便是菩提萨婆诃。菩提2字发音清亮明澈，如清晨露珠坠落玉盘，
象征着觉悟智慧的生发。这就如同《华严经》中所说：奇哉，奇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佛性，都能通过修行获得觉悟。萨婆诃三字，当以欢快圆满之音诵出，此三字有成就、吉祥、速疾之意。念诵时，心中须充满欢喜与感恩，仿佛已经证得无上菩提，圆满成就佛果。如此发音，能引动天地间的祥瑞之气，汇聚无量功德，使修行者快速成就所愿。文殊菩萨语重心长地讲解道。智远依言念诵，此刻的他周身被一层柔和的光芒笼罩，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与安宁。他感觉自己与心经的智慧仿佛融为一体，心中诸多困惑瞬间消散，对佛法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菩萨，为何这三处发音有如此神奇的功效？弟子心中依然疑惑，还望菩萨进一步开示。文殊菩萨轻抚手中宝剑，缓缓说道：世间万物皆由音声震动而生，心经乃般若智慧的结晶，其每一个字、每一个音都蕴含着宇宙的奥秘与诸佛菩萨的无量愿力。这三处关键发音，正是打开心经智慧宝库的钥匙。当你以正确的发音诵念时，便是与诸佛菩萨的愿力相应，与宇宙的频率共振，自然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加持，开启智慧，增长功德。这就如同《楞严经》中所言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音声在佛法修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智远恍然大悟，连连叩首，多谢菩萨慈悲开示，弟子定当铭记于心，依教奉行。弟子愿以余生之力精进修持心经，不负菩萨教诲。文殊菩萨微笑着点头，说道：你既有此善缘，日后当精进修行，以心经智慧广度众生。切记，佛法不离世间觉，修行亦在生活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时刻保持觉察，将心经的智慧运用到每一个当下。无论是行住坐卧，还是待人接物，都要以慈悲心、智慧心去面对。说完，文殊菩萨身形渐渐虚化，化作一道金光，直冲云霄。天空中传来阵阵梵音，那声音悠扬而空灵，仿佛在诉说着佛法的无尽奥秘。智远起身，望着文殊菩萨消失的方向，心中充满了力量与决心。他知道自己的修行之路从此将焕然一新。此后，智远每日以文殊菩萨所授发音法门诵读心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自身的智慧增长迅速，对佛法的领悟也越来越深刻。他常常为其他僧人、信众讲解心经的奥秘与发音妙法。在讲解过程中，他不仅分享文殊菩萨所传授的知识，还结合自己的修行感悟，让大家更易理解和接受。在智远的影响下，智慧寺中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心经。大家通过正确的发音持诵，不仅在修行上取得了进步，在生活中也变得更加慈悲、智慧。整个寺庙也愈发祥和安宁，佛法的光芒普照四方，吸引着更多的有缘人前来学习和修行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